那么在19年的7月份，我们捡到了我们家的小仓鼠，对，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小仓鼠换了很多笼子，直至今天，我们给它换了一只超大的爬虫类的60公分的基础笼。但是呢，我想明年给它换一个全新的内饰，就里面换一些更原生态一点，想让这个小朋友啊过得更原生态一点。于是我们买了很多的内饰，等会儿大家都会看到的。但是这些内饰的问题就是太大了，我买的太大了，所以它原来笼子根本放不下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给这个小朋友定制了一整个笼子。哎，这个是小仓鼠的外带盒啊。这个外带盒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出去，但是我是防止它万一以后有什么病啊，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再买外带盒可能就来不及了，所以提前准备一个。一个就看着吃，一个就想钻箱子。一个个看过了，真够馋的。这个小芝麻的温度计啊，温湿度的。哦，都在看小芝麻的吃的，这俩夫妻。这个是芝麻的窝啊，也是一个小平台，上面放它的王座，樱花王座。哟，还有这个很有排面嘛。有排面，然后这个可以打开来。哇，这个打开来里面就是一个小的那个隧道，房间相当于小房间、小隧道。有汤圆，你也很感兴趣哈。3室3卫，就是这么嚣张。比我们人都住得好。因为小芝麻呢，它刚刚换新家呀，它肯定会不太熟悉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把一些它以前用过的这些垫料放一点在里面。你的垫料我拿走先。好了，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芝麻的这个新窝啊，我们今天刚刚装完，这是它的门锁 ，OK。然后里面呢，现在换成了原来的白杨木，这个木屑很小，不会刮伤它，大家放心。然后呢，里面的一切全部都是重新设计的。背景板，这是爬虫的背景板，哎，我觉得拿来当小仓鼠背景板也可以。然后椰子的这个吊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小隧道啊，是那个什么树皮做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其实也是它垫料，这种垫料呢，维诺介绍的啊，就是可以越撕越多的垫料啊，给它自己撕。然后这下面呢，买了一根3通啊，像这种隧道全部在这个下面的，它可以在这个上面爬上来的时候，2只手抓在这个上面，肯定超可爱。然后呢，静音的滚轮啊，现在它滚轮不会声音很大了。然后这里有个小鸡窝，它不是经常喜欢待在滚轮旁边嘛？啊，我就给它准备了一个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浴沙加厕所，因为我发现它这种厕所的沙特别细，这次买了一个进口的，我觉得当浴沙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好，大家往这边看，这边看的是它的进食区，这个呢是它一个小房子小盖子啊，里面掀开来呢啊，偷偷看里面有很多层的啊，就跟我们原来买的那个小迷宫有点差不多。里面呢放了它原来的这些垫料，它这样进去的话会有自己的味道啊，放心一点，它也不会外面不熟悉，对不对？然后梁呢还是 BUNY 这个梁，然后它的小王座，樱花王座，最近不是樱花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饮水机还是这个原来的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椰子壳的。随它玩，它开心待哪儿就待哪儿。然后这个3通大家可以看这里啊，3通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入口啊。小仓鼠如果在这里，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放个好吃的话，它就从里面啾跑到这里来啊，在这里吃东西，它就是玻璃的，看起来肯定很好看。好 ，OK， 盖上。因为整个笼子呢是我定制的。啊，别的地方没得卖，就是一个玻璃柜定制的一个仓鼠笼子，然后尺寸所有定制的，长是1米，宽呢是45公分啊。然后这上面这个盖子本来是玻璃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全都是玻璃的话，通风性不好，所以我们换了这种啊，这一个栅栏也是我定制的，然后宽呢是1公分，应该出不来的。然后因为
它就平常这么放在上面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担心猫咪站上去会有问题，所以我在上面还加了4根304不锈钢的杆子啊，这样卡在这个地方的话啊，4根杆子这么卡的话，猫咪再重站上去这个也不会塌啊，保证了小仓鼠的安全。然后呢，我们后期还买了洞洞板，就是另外的防护材料，我会把上面再包一层，让它再安心一点。反正小仓鼠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这次新换的整个小仓鼠的新窝。整个一套里面的东西，还有这个柜子，还有它的新买的梁啊、新的浴纱，所有东西大概是1945块啊。之前 QQ 群里面有个网友帮我们算了一下，1495，就是小芝麻的新笼子啊。好了，咱们那就要让小仓鼠搬新家了，我们把位置移到原来的位置去 ，OK。然后整体的高度呢，也是为了汤圆设计的啊。为什么整体的高度是为了汤圆设计的呢？因为汤圆在这里睡觉的时候，正好可以看小仓鼠。啊，吃不着看一看还是可以的，汤圆。来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小主角叫出来。大屁股，一只小乳猪。来，先吃一个。你马上要进入你的新世界了，芝麻。来吧。你到处闻，到处看。啊，他第一个去的是厕所。啊，他去了鸡窝。鸡窝。啊，小窝。就站起来。哇，在这个里面拍好好看啊，好适合他呀。是2只小匍匐着跑的。这个是没有声音，真的没有声音。小朋友，我们啊初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我们熟悉的地方。来，他不愿意。吃药的。先吃了。好坏哦。这是你的水杯吧？是吧？是你自己的味道啊。下去了。哎，还是有自己的味道比较好。下去了。哎呦，上面一个在那看。哇，它已经要出来了，可不可爱？哇，它好哇，好好看啊！这颜色很配它呢。它估计要熟悉一大会儿。这整个窝比它原来这个窝大很多。儿子啊，女儿，好好奇呀！哎呦，要上了吗？这个栅栏可能不太舒服，他们不想站，所以他们站旁边这个。哎呦，范范，这个样子好像一只小狮子呀。啊，今天小仓鼠呢已经在这里面过了，范特你干什么？它为什么要看着我就走啊？我们已经把这个洞洞板给装上去了啊，这个就是防止小仓鼠出来的。我们之前不是说这里的空隙稍微有点大嘛，所以我们就加装了这个板，那这样它绝对出不来了，这个就放心了。左边右边这个整个一层全部都铺满了。哎呀，我看它改造了一些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它首先它在这里挖个洞，看见没有？啊，它在厕所下面挖个洞，它为什么要挖洞呢？啊，装了这个静音跑人之后，我真的再也没有听到过它跑人的声音。啊，贵还是贵的好处的。然后它把这个食盆啊，吃的东西全被它掀出来了，你看，吃到外面都是。别提苏嘎，吃么子滴滴啦啦个。现在里面是22度，42%的湿度，还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小仓鼠吧，是吗？它在那里。它在那里。哎，根据这2天小仓鼠芝麻的这个生活习惯呢，我把下面的3通改了一下。本来后面是有个出口的，它老是往后面钻，根本找不着它。现在我把它改了，只有这边、这边，全部都是前面才会有出口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不会钻到后面去了。嘿嘿，这是一滩薯饼。你从后面看像一只牛蛙。想吃牛蛙想多了。来，进去吧。
感受一下你的心窝。然后就到这一块，哎，它就不能往后钻了啊，它不然老往后钻。拿个小肉干你吃。哦，还要吗？还要吗？给你一个。这里拍摄很方便吗？总有一天会把这个口也给埋起来。我感觉他要去那里了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哎，你看现在我们就是一直找它。哎，小仓鼠去哪儿了？哎，小仓鼠去哪儿了？